中国完成统一的时间表，美国的情报部门承认了，台湾地区当局为何不认？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先少。近年来，美国政府和军队一直关注中国大陆完成统一的时间表，或者说是解放军可能在台海发起武统行动的时间节点。美国前印太司令部总司令戴维森表示，这个时间节点将会是2027年。自此，美军似乎一直在论证这个推测的正确性。近日，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在接受采访时再次强调，中国已经在2027年以前做好武力攻台的准备，并强调两岸发生军事冲突的风险急剧上升。但美国情报系统仍无法确认中国大陆是否已经做出了武统决定，因为中国仍在强调通过和平方式完成统一，这个政策一直未变。美国的情报部门还对解放军进行武统的标志性事件进行了总结，这里面包括：第一，要进行足够的弹药储备，而且是加急增产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的装备量；第二，要为武统台湾的行动准备应对西方制裁，采取资本管制措施；第三，提前1年减少军事训练，以保养主要装备，扩建台湾地区对面的军用机场，停止士兵和军官退伍，进行预备役秘密动员等等。第四，会大量准备作战物资和战略储备物资，包括药物、石油、天然气、粮食等等。第五，开始在沿海建立大量的野战医院。第六，提前几个月进行商用船只的动员，并征用各项渡海登陆所需的物资等等。按照美国人的推测，中国大陆将会在2027年完成建军100周年的目标，相对美军形成局部优势，也就是已经建成了完全现代化的作战力量。所以，仅从军队作战能力的角度来看，2027年的解放军将拥有更加强悍的实力，能够以更小的代价完成两岸的统一大业。不过，美国人的焦虑还源自于美军在未来5年其实力的相对稳定甚至下降，因为美国海军的主战舰艇已经进入到大量退役的阶段。从中美实力对比的角度看，2027年明显是美军实力相对较弱的历史阶段，这将进一步降低美军干涉台海事务的可能。对美国情报机构的这一判断，台湾地区当局的防务部门负责人邱国正回应说，台军并没有2027年、2020几年的考量，而是每天都在做战备任务。你可以理解为台湾地区当局并不认可2027年就一定是统一的节点，而且并没有针对这一时间点做特殊的战备安排。当然，现任的台湾地区当局和邱国正在2027年早就下台了，似乎未来几年的事儿与他们无关。那么2027年真的会是中国两岸统一的元年吗？可能是，也可能不是，因为中国大陆从来就没有说过有统一的时间表。只要台独分子突破红线，随时都是统一的元年。否则，何时采取军事行动，或者以武逼统，美国永远都不可能知道。台湾地区当局为何不认可美军的推测呢？其实他们并不是心里不认可，而是嘴上不能说。首先，只要中国大陆发起武统，台湾地区当局如何进行准备都已经输了，这是包括台独分子都明白的道理。台湾地区当局需要继续麻痹台湾民众。第二，台军是否进行特殊的战备都无法影响中国大陆的统一行动，确认和不确认都无所谓。第三，现任台湾地区当局的领导层不愿意考虑2027年的事儿，因为这与他们个人利益的关联度不高，也不是他们所能决定的。所以邱国正可能在心里说，美国人的推测
有道理，但是嘴上还要说我不认同。其想要的就是让台湾民众安心。当然，这种心态也挺好。等到解放军上岸时举手投降，那么一切都归于完美。好，今天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